大家好，我是杰尼。在墨尔本，一到冬天就阴雨连绵。今天难得有一个晴天，如果您对种植蓝莓感兴趣的话呢，请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到苗圃，让我们分享一下如何挑选蓝莓小树苗。在我的频道里还有中文和英文的字幕，请大家打开字幕，这样看起来会方便一些。在每个国家里都有自己的蓝莓品种，名称也不同。不过请您不要担心，只要在选择蓝莓树苗时选对了符合您所在地区的种植环境，适合您所在地区的储冷量的品种就行。在符合这两大条件的前提下，您就可以挑选出心仪的品种了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出售蓝莓小树苗的区域，让我们首先来看一款称为阳光下的蓝莓品种 Sunshine Blue， 长大后高度约为 1.5 米。它的种植要求有5个。第一，可以种在半阴半阳的地方。第二，保持偏酸性的土壤， pH 值在 4.5 到6之间。第三，经常浇水，保持土壤湿润。第四，在春天和夏末各施1次呈略酸性的肥料。第五，种植过程需要经过一段冬天的时间，储冷量约150个小时，这有助于来年的开花和结果。稍后我会解释什么是储冷量。从下面这幅画中，也简单明了的可以看懂它的种植要求。其中使我最感兴趣的是，它可以种在花盆里。这款蓝莓适合于种在院子里，阳光照射时间不足，或者种植面积不大的地方，或者是在阳台上可以种在花盆里。有时候听着讲解和看着画面会感到有些无聊，我在视频中插入了一些画面，增添几分色彩。这是墨尔本的一个种植场的秋天景色。种植蓝莓会牵涉到一个专业名词，叫做储冷量，或称为时冷数。这是指植物在冬天自然休眠期内有效的低温累计时数。所谓的蓝莓储冷量，是指蓝莓树在冬天所储存的冷量要在低于 7.2 摄氏度的状态下和所需的时间。如果您把您所在的位置在冬天低于 7.2 摄氏度的小时累计加起来，能符合您想买的蓝莓品种它的储冷量，那么那个品种就符合种植要求。多数的蓝莓品种所需要的储冷量在1到200小时。如果达不到它的储冷量要求的话呢，它也能开花，但不能结出很好的果实。现在来看这款蓝莓，它有着一个浪漫的名字 Blueberry Kisses， 蓝莓之吻，是澳大利亚培育的叶子常绿的蓝莓品种，是矮化和自花授粉的品种。其特点是果实大，产量高。如果遵循产品培育者在蓝莓种植要求上的所有建议，在产品的标签上有种植要求，
或请观看我稍后发布的蓝莓种植视频下集。它的果实体积可以比普通蓝莓大3倍。它已在澳大利亚的炎热和寒冷气候中进行了试验，并取得了成功。它的种植要求有5个。第一，需要有充分的太阳日照。第二，长大后株高约1米左右，适合于盆栽。第三，土壤要有良好的排水性。第四，土壤 pH 值低于5.5。第五，每3个月使用1次缓慢释放肥力的颗粒肥或有机肥，比如腐鼠的牛粪。这一款蓝莓的名称为 Blueberry Burst， 和上面讲的 Blueberry Kisses 是出自于同一个培育者，它们是姐妹蓝莓品种，也是矮化蓝莓品种。自授粉，长大后株高约1米左右，适合于盆栽。该品种的独特之处在于果实硕大、味甜、产量高、早开花、早结果。如果精心栽培的话呢，它的果实体积可以比普通蓝莓大3倍。它已在澳大利亚较温暖和较凉爽的气候中进行了试验种植，并取得了成功。如果把 Blueberry Burst 和蓝莓之纹一起种的话，让它们互相授粉，可以将收获季节再延长3到4个月，从而让您收获更多的蓝莓。这2款蓝莓在澳大利亚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种植，因为它们的除冷量要求不高，适合种在院子里阳光充足、种植面积不大的地方，或者是在阳台上。这一款蓝莓也称为高大型阳光下的蓝莓 Sunshine Blue， 它可以种在阳光全日照或者半日照的地方。长大后株高约1到2米，枝叶展开也要1到2米。种植的土壤要呈略酸性，要有良好的排水性，储冷量需要150小时左右。它的自授粉能力比较差，最好能同时种几棵，让它们相互授粉，这样可以产出更多的果实。这个品种适合于有大面积种植土地的地方，不适合于盆栽。确定好了蓝莓的品种后，就对树苗的质量做一个简单的筛选。由于蓝莓是灌木植物，所以首选新冒出来的健康枝条越多越好。第二，要检查叶子的反面是不是有白粉虱 milling bugs。 一旦果树染上了这种虫害，是很难消除掉的。第三，如果能选择到有开花的或者有小果实的树苗，那就更好了。第四，叶面要干净。我们看一下这颗蓝莓，它的叶面上貌似已经受到白粉虱或者霉菌的感染了，树叶上出现黑斑和锈斑了。类似有这种病状的树苗是绝对不能买的。顺便提一下，我们是到澳大利亚最大的连锁苗圃 Bunnings Warehouse 来选购蓝莓树苗。这里最大的优势是，如果树苗出问题的话，1年之内可以退还。综合了以上几个筛选条件，今天我决定选一棵可以直接种在地里，
以后会长得比较高大的蓝莓树。另外选2棵可以盆栽的。大多数的蓝莓是可以自授粉的，但是同时有2个不同的品种互相授粉的话呢，日后蓝莓的品质会更好。接下来我们去选购适合种植蓝莓的盆栽土。蓝莓对土壤的要求比较高，它喜欢 pH 值在 4.5 到 5.5 之间酸性的土壤。在选择盆栽土的时候，要选择喜爱酸性土壤的植物，比如玫瑰、栀子花和杜鹃花等用的优质盆栽土 （Premium Potting Mix）。因为优质的盆栽土内含铁、镁和润湿剂。这款盆栽土的 pH 值在 4.8 到 5.8， 正好符合种植蓝莓的要求。蓝莓还喜欢肥沃、松软、排水性好的土壤，最好在盆栽土中混入一些泥胎土或者椰糠，帮助透气和排水。顺便我再买1包椰糠回去。至于如何使用泥胎土和椰糠，我将会在另外一集视频中详细介绍。下集视频将与大家分享蓝莓的移栽、移栽前土壤的准备、花盆的选择、施肥以及浇水的要点。谢谢观看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点赞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. Thank you for subscribe.